各位朋友们好，纵观人类历史几千年的长河，王朝的兴衰更替，似乎呢总是与他们这个祖先的皇陵，也就是坟陵的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皇陵陵寝呢，不仅仅是这个帝王身后的归宿之地，还更视为呢，它关系到皇族王朝的气数、运气以及传承了多少代，有着必然的关系。至少他们是这么理解的。那是不是这样呢？我慢慢看啊。在中国古代，皇帝对这个陵寝他的重视度接近于对皇宫这个选择地点或建造形状几乎有同等的级别和重视度。从汉代以来呢，就是有一个说法叫视死如视生，就是说他死了之后，他所过的这个生活、居住的环境，甚至是保镖、侍卫、军队等等的，就像活着一样，就有这个说法。你比如说秦始皇他这个兵马俑，这在那放了多少栩栩如生的年轻士兵，每个脸都不一样，所以的说明皇帝对这个死亡之后的他的一兵一卒的这种陶瓷的制作来说，都是花了大的心血，花了大的价钱由此可见一般的重视度。今天咱们就跨越历史的长河，在一个大时空的视角下，咱们看一下这个大明王朝的兴衰与皇陵风水的细节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着非常神秘的联系。先从明朝的这个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吧。朱元璋原名叫朱重八，因为过去很多人这个农民没有文化，一生一堆孩子，他按地级，是吧？朱重一、朱重二、朱重三，横路进士等等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按一个数字，或者家庭排行老几，或者叔伯兄弟排行老几。他们这个家庭呢，世代呢都是佃农。所谓的佃农呢，就是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专门为有土地的人去种地、种庄稼。但没有土地的人是比较贫穷的，虽然他给人家种地，地主可能自己不种地，但是他比地主穷，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少年时的这个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不是上学堂了他家里这么穷呢，自然也不需要考虑去上学的问题。你看没有了上学的压力，他呢就给这个地主放牛。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你看家里穷成这个样子一分土地没有，可是呢他挺能交接小朋友，和这个村里头邻村的孩子们呢这些男孩们都打成一片，都是亲哥们儿好朋友，可好玩了。有一种巧合呢，他经常带着一群孩子们呢进行这个像军事的这种演示，总是把这些男孩子们分成这个你是大将军，你是大元帅等等的，就分出好像大元帅是皇帝对人员的进行分工安排。那么他对这些其他孩子呢也比较讲义气，他天生有领导力比如说有一次吧，也就是后来跟他就闯天下的一位大将军叫汤和。这个汤和呢当时就是他村里的玩伴小朋友，可是这个汤和呢有一天呢就是病了。那穷人家的孩子病了，只有病了的时候，家长想方设法给他做点好吃的。给朱元璋知道说汤和病了，我也得表示一下，给你弄点什么好吃的。结果找了半天没有，他不是给地主家放几头牛吗？他找了个最小的牛，把牛给杀了，给他煮肉吃。把这个汤和那帮小朋友高兴坏了，说跟着我们的皇帝混，那个时候还是农民小孩跟你们皇帝混有肉吃。结果也很好玩，结果地主到晚上一看，少了一头牛就问他，你牛呢？说牛钻山里去了牛怎么会钻山里从山沟里，你带着我走，看在哪里？结果在一个大石头缝里头露着个牛尾巴，一拽剩下一根尾巴。
说怎么回事？说他就从这钻进去的。其实他把牛给吃了，把剩下的牛尾巴塞在那儿，来骗这个地主。其实地主哪那么容易被骗呢？就把他臭揍一顿，不敢让他放牛了。说再放下去，到年底一头牛都没有了。真是很麻烦，这孩子太调皮了啊！吓得他父母给人直道歉啊，就说以后你再这样的话，我们都没有工作了，说我们全家都没有饭吃，以后千万不能干这种事情。哎，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呢，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干这种指点江山的事情，啊，就天生具有了很强大的这个领袖气质。你看，在十几年之后，啊，那时候当时是中国的元朝时期啊，对，这个天下大乱，啊，各种的灾情哈，那就是很大啊，民不聊生啊，后来他跟着一起造反，最后起义成功啊，统一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成为大明王朝天下之主。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幼年曾因家破人亡而流落行乞，后来在乱世中崛起，最终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成为开国皇帝，实现了从平民到至高统治者的转变。话说呀，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啊，其实各路人马都有很多投奔来的，比如说觉得他势力大了，或者这个人真有两下子。他经常啊，一个是他带的兵哈，没有不佩服他的，他又很讲义气啊，比如挣的钱都分给大家。有一天，其中有一位非常厉害的，他们都知道啊，江南一位谋士，就是足智多谋的，并且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古代称为叫术数家，啊，术数家呢，就是一种对这个上天啊进行感应沟通。啊，对于人遇到什么事儿，我帮你测算一下啊，牛丢了跑哪里去了等等的，就像一个有神通的神秘的预言家。那这个人就叫刘伯温，很多人都听过刘伯温这个名字，所以像他的著名的著作就是寓言的著作，像《烧饼歌》就出自于他的手。到了这个大明王朝建立了之后。朱元璋已经做皇帝了。一天呢，其实晚上的时候，他的这个皇后他的马皇后正宫太太，就说：“老朱啊，将来你看咱们这个慢慢也就熬老了嘛，是不是啊？你看那个重要的官员给咱们提醒提醒的话，这个你看历代当皇帝的人，当了皇帝之后，尤其是稍稍有点年龄，就得呢赶快找地方。”修建这个陵墓，对，那要不然因为修的工程比较大的话，要耗费时间，何况现在还都没有地方，你没有想过这件事儿。老朱说还早着呢，这刚建国不久，刚当了几天皇帝，怎么就修这个？说不行啊，第一个找就不一定能找到这好地方，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找着修建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呢，就快的话得5年得，知道吗？所以得早点找。这个朱元璋呢？是特别横的一个人，就谁都不听，他就是相对就心疼和佩服他这个正宫太太马皇后，说也是这么着，我到时候安排一下吧。所以一天呢，他心情好了，就约这个刘伯温觐见。刘伯温肯定一听命令，赶快往这来呀。刘伯温到了这个皇宫外之后，就卫士通报：刘伯温到了。这个宫外在候旨呢，您叫他进来，他才敢进来。朱元璋呢，这时候呢，有佣人呢，给他端上了一碟子烧饼，说：“那我测算他一下，都说这个老刘挺神的呢，那很多传闻的看风水很准，看命相很准，我考考他。”随手拿那个烧饼，咔咬一口，这烧饼是圆的上头蘸着芝麻就拿个碗呢扣到这个盘子里头，你就看不见了。那碗呢是陶瓷的，不透明。刘伯温进来之后，说我知道你挺神的，很多人都给我面前吹你多么多么神今天呢我也不算考你，你看看我这个碗里扣的是什么东西。
哎呦，刘伯温一听下一身冷汗，这我要是答对了哈，我要答不对的话，今天晚上没法吃饭了，那头给砍了就得。朱元璋你说杀人挺厉害的，结果5分钟之后就说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哈，朦朦胧胧的，但是非常仔细看的时候，又像个太阳，又像个月亮，圆的，还被这个龙咬了一口，朱元璋想他是男的龙，我是龙啊，好吧，结果朱元璋挺开心，把碗一打开，果然烧饼上咬了一个缺口。尤其是他很会说话，被龙咬了一口，哇天哪！说你小子可以啊，老刘啊，你的能力不是吹牛来的哈，还行啊，太好了。这么你呢，再替我说说，2个烧饼赐给你吃好不好？吃着觉得香的话，你要回答我2样事儿哈。你看咱们这个大明国运怎么样呢？咱能进行往下发展存在有多少年呢？刘伯温一听完了，这个不知道哪句话是皇帝想听的呀。刘伯温心里琢磨，太难了，这个说错了之后，还是晚上没法吃饭了，脑袋得搬家。就直摇头，不敢说，也怕说错了。老朱明白呀，他知道这很犯难呐，生怕皇帝生气，说我是请你来说这个话的，但说无妨，没事，说错了我也不怪你，好吧？你看你好几个人这证明人，我保证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发火，之后也不会为这个事刁难你，是吧？你要为咱们整个这个大明朝考虑呀，我只是不放心他问你啊。纵观历史各个朝代有的朝代可能就3、5年就没了，对不对？有些那个皇帝宝座刚一坐上被人砍了都有，我理解。你就是实实在在的知道啥就说啥保证没事儿，好吧？我不是那么心胸狭小的人。这个朱元璋做了这番保证之后，刘伯温才闭目养神静气凝神静下来好好的推算演算好几个小时过去的时候说国运600半，欲顺则直。朱元璋一听，哈哈哈，太好了，600半不就650年吗？棒，听着舒服对不起万岁，我可没说是万年我知道中国历史这能超过500年的几乎都没有这个已经不错了600多年已经很好了，我就满意了，别的都不用说，太棒了。我就说嘛，我姓这个朱姓，这不简单，对不对？按笔画1、2、3、4、5、6，可不就600年？6画600年，对不对？那说不知道，那怎么不知道呢？刘伯温说：“我不是瞎编的，不是来自于自己的想法，而是来自于神灵给我的启示。我呢，只是一个传话的人。”朱元璋，给刘伯温对话之后心里头很爽，很舒服。咱们这个大明江山能持续600多年了，已经算不错了。祖上有德呀，上天有眼呐。也是有人提示呢。你看，咱是一个佃农，连农民都不是没有土地的最穷的农民。咱们现在今天当皇帝了，太太做皇后了，是吧？有好几位官员就是一直是说要追封咱的父母。已经去世的父母这是对的，这是成为皇帝的叫皇家礼制，必须照着做照着做对咱整个大明王朝有好处，所以咱们按照这些官员的建议就应该回这个安徽老家呢，去把这个父母这个坟陵以及这个陵墓的这个选址要开始启动。话说在朱元璋16岁的时候他的家乡安徽呢遭受了一场历史性巨大的瘟疫先有蝗灾，后有瘟疫。不幸的是呢，这个他的父母以及一位哥哥3口去世了。等去世了之后没地方埋，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那朱元璋他们呢
就找这个父母去给他打工的那个地主家，这个地主叫刘德，说能不能请刘德呢？你看，看到我父母给你干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长工的这个面子上哈，他已经去世了呀，能不能借您的土地呢，把他们给埋了？刘德说，我挣点土地容易吗？不行，不借给，你不走我就打你，所以在这个一个争执之间嘛，很多邻居村民都围过来。这其中一位村民呢，叫刘继祖。刘继祖一看，哎呀，这孩子这么可怜，两位长辈父母死了，大哥也去世了，他这孩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还要入土为安呐，你不能在这放着3个尸体躺着，何况这村里死的不光是他们家的父母，还有别人死。当时那个疫情是很大的，死了很多人。这么大疫情的时候，大家都要相互帮忙，相互支持一下才是对的。谁家都可能遇到这种事情，对不对？就说好了，这么着，我们家有一块空闲的坡地，也没什么种植，就这样你父母和你大哥呢，我就借给你呢，就葬在那里吧，好吧？不用太担心，不用太难过了。来，咱们家煮一顿好饭吃，所以还好好招待他一顿。可是到第2天要准备去埋葬的时候呢，他也请人帮忙抬着这3个尸体呢，往这个小山坡上走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苍天有眼呐，风雨交加呀，雷电频频呐，一下就把这个大风暴雨就来了，来往上抬着给埋葬出殡的人，都给那个大雨像冰雹一样就砸下来，就把他们砸跑了。结果呢，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引发了这个山洪爆发，雨的强度太大了造成了山洪爆发，泥石流。所以他们把这个3个尸体放在山坡上跑下来之后，几个小时之后，山洪爆发呢，就把这3个尸体就自然埋葬了。所以山洪爆发的时候就可能就引发的叫泥石流、土石流的，连土、石头、沙子一块滚动可能埋得特别厚也不是个小的面积，就不知道父母具体在哪个小位置变成那个天葬了。说今日已经埋了，而且这土地又不属于他家的所以这个刘继祖说，算了，就这样吧，上天把你父母和你哥都埋了，就不用再找了所以当时也没钱嘛，孩子就年龄还小，也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只能这样子了。所以后来这个朱元璋称帝之后所以风水师们也来了，一看这个地方不用找了，就是这里就是最好的龙脉龙穴，风水宝地。你看这是很难得，你这个背后群山延绵起伏气势如虹，靠北方像一座高山像个太师椅这个靠背去掩护着这个地方这个坟陵这个遗址那么前有河流，称为玉带气势环绕巨气苍风对。所以在这个又形成了自然灾害之后呢，使得这个地方这个龙脉就自然就完全就形成了所以之后呢，就在那儿在这个原地址上建立了这个陵园，后人就称为叫明皇陵。因为过去的皇帝呢，第1代皇帝他们的父母肯定不是皇帝嘛，但是按照那个时候的一种祖制的说法呢，就是说虽然父母不是皇帝他去世了之后也未追封为皇帝，所以他的陵墓也应该是皇帝皇后级别的陵墓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安徽凤阳现在就有这个明皇陵遗址。所以朱元璋的父母呢，是上天给他选了一个就是天赐的皇家陵园这个大风水宝地这龙脉之初起步的地方。再之后再说回朱元璋自己，那这些朝廷的官员以及风水师就建议呢，得找您自己的未来的安身之处呀。
100年之后，是吧？葬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您将来这个陵墓所在的地方，就它的风水的好坏，关系到您的叫万年皇家基业呀，所以不能不早选啦，还要选好的才是最对的呀。就是好，你们去找吧，风水师找来找去，结果找到了一个离这个南京城最近的地方，叫紫金山，后来称为叫明孝陵。那么朱元璋呢，就葬在了明孝陵。明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坐落在南京城东的紫金山。师傅好，朱元璋的明孝陵风水好不好呢？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哈。也不是不好，就从那个角度议论好坏的问题。那我呢，没有到那个地方实地的考察，但是我在地图上，在网上找了他大量的资料之后呢，发现就成为不好。怎么个不好呢？这个陵园这个山地就是它的这个面积太小，因为面积小了之后会引发什么问题呢？格局不够。第二个，之后因为葬在这个皇帝陵墓的一定是历代的皇帝嘛，他建立大明王朝之后，这么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山坳里头来埋的话，那么他的儿孙皇帝们埋的地方就变成非常拥挤了，并且这个风水呢，前面呢，有一个叫眉山，它的前面不是一个开阔的地，是个眉山在前面挡住了这个风，这个气，我个人认为不好，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下一个不好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地方正是在我们三国之中《三国演义》的故事中，那个时候的东吴的大帝孙权的墓。在民间有个说法叫两王不相见。两王相见，就是因为两个都是死去的皇帝的话两王相见，他这个气场就冲煞、冲突，起纷争，就是这样，就藏不住气，就能量被冲了。这样的陵墓风水对朱元璋后代有什么影响？很危险。我在看呢，他那个地形呢，这个孙权的墓人家是更早了，就是比他早了多少年？早了1000多年，1000多年就已经在他的前面。可是朱元璋的墓呢，是再往后做，也就是他的前面的过去，就是有孙权的墓在那挡着，这个冲煞的能量就会产生了这个冲杀的格局。所以的话，对于他传给他的孩子这件事情很危险，就容易被劫杀住，或者直接就算是把这个传承的龙脉砍断了。因此呢，在现实当中就是他原来是他想把他的这个皇位传给大儿子朱标，可是朱标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人还挺好的，又聪明又能干这就很会做事。那么他呢，又错误的把他的这个皇位又传给了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那么朱允文当了皇帝之后，就和这个朱元璋的各个儿子们产生了权力的冲突，所以朱允文也已经干掉了很多他的叔辈的这些王爷们。那么朱元璋的第4个儿子叫做朱棣，只有在皇帝的儿子才封为王那这个朱棣呢，是被朱元璋给封地，叫在北京，过去称为叫燕国，在燕国做王。对，所以他已经他的朱允文这个孙子呢，也就是灭了其他的
朱元璋的儿子之后，在接下来就灭这个燕王朱棣，所以朱棣呢就起兵造反，就不被他清理，不被他杀害，就和对着干开了。就结果呢，朱棣获胜，朱允炆可能是因为放了大火在宫中烧死了，这是有可能的。也因此呢，就他在这个传承皇帝位上来说，已经出了大麻烦。这个还算好了，还算是说明朝还能往下继续进行。但是他前面有了这个孙权的这个木在那阻挡，因这件事情使得他的江山差点断送了，就是这样。朱元璋的4儿子朱棣造反成功，这个灭了他的侄子朱允炆，在南京登上了皇位。在不久之后，他就想呢，把这个他的首都搬迁走，搬到北京。那个时候的北京可能叫做北平。其实朱棣身边呢，他是一个很博学的人，他是个奇才，他也是个做皇帝的料子。他被封为这个燕王之后他就私下就特别喜欢去聘请这样的高人研究什么天象术数命理学国家气数他请了一批这样的人，特别精确会掐算的人。其中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一个僧人，叫姚广孝。姚广孝给他出了很多主意，他当上皇帝都是姚广孝直接是幕后的操纵者。姚广孝就看到了朱棣这个人是将来的真龙天子。要是如果没有姚广孝这个僧人，那朱棣可能不会造反，有可能就被灭了门那个历史就会被改写。所以他的手下有一群这样的高人名士，懂得大风水的什么国家级龙脉的人。姚广孝等一些这样的民间高人就会推荐说，中国大地的真正的大龙脉就在北京。龙脉在风水学中指代延绵起伏的山脉，象征大地能量的脉络与气运。龙脉影响王朝更迭与后代命运。山势蜿蜒长远的山岭代表富贵长久。自古以来，中国大龙脉通常指源自昆仑山，以山脉走向贯穿中国全境，被视为影响国家运势与文化脉络的风水基石。那北京呢，就在这个山脉的一个尾端那向后有相续的连接了秦岭再往北一路上去，连接了这个昆仑山大山脉。所以这个皇宫呢，就是建立在这个大龙脉之上的这样的一个能够进行统一全中国的最高权力的这个掌控点。那么这个掌控点就是现在北京的明朝所建的故宫，也就是当年的皇宫。也是在北京附近就更找到了非常适合于这个大明王朝皇家的这个皇陵地址，就是现在的明13陵。这是大龙脉那明13陵的风水怎么样？这个13陵呢是非常神奇。北有天寿山，像一条龙围拢在这里东西两侧有各个山头山岭环抱，形成了所谓的左青龙右白虎的大格局。在中国的风水概念通常就像房子和我们的住房一样那最正宗的讲究叫做坐北朝南，所以前面这个开口比较大并且呢有这个潺潺清流的河水流过，像玉带环绕。很有意思的是，这里整整埋了13位皇帝。
为什么这个明13陵只埋葬了13位皇帝呢？还有3位呢？朱元璋去世之后，他的陵墓就建在了南京的叫明孝陵，这是一个陵墓啊。第2任皇帝就是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和他的叔叔朱棣开战之后，其实是叫下落不明，也有人说逃跑了，也有人说就烧死在皇宫里，因为永远这是一个谜，因此呢就没有，因为没有确定他的死亡，所以就没有为他建立这个陵墓。但是呢，在历史上他有这个皇帝啊，他在任4、5年呢，所以这是一个皇帝没有陵墓的。那么还有一个没有陵墓的皇帝呢，就是叫做景泰皇帝朱祁钰。景泰皇帝朱祁钰，他称为皇帝的这种状况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他的真正的皇帝是他的哥哥，叫朱祁镇。朱祁镇呢，当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军事行动，就出征打这个北元的士兵，结果在一个地方就被包围了，那个地方叫土木堡。当时明朝皇帝带着20万大军全军覆灭，所以皇帝朱祁镇也被人俘虏了，成了俘虏。那么在北京的这个政府的官员就是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呢，我们的皇帝被人给捉走了之后，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又成为了一个俘虏之后，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按照历史的一些规则呢，就是在推选了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成为了下一位叫做接任的临时皇帝。但是后来这个哥哥皇帝朱祁镇又回来了，又获得了皇权，就把他的弟弟因为他的弟弟残害他，他就把这个弟弟皇帝呢，这个皇帝资格废了，其实废成了一个普通的黎民所以等这个弟弟皇帝去世之后，也自然进不了皇陵，就也不能以皇帝的规格来埋葬这个弟弟朱祁钰。所以这个名分是有，这个第2个就是有名分可是没有陵墓的皇帝，就是弟弟朱祁钰。因此呢，就有16位皇帝，14个皇陵，就这个原因。那朱棣找到这么好的地方，明朝是不是可以千秋万代了？找这个风水龙脉的皇帝呢，都希望是能够传承千秋万代，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皇帝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就能多持续几代就算几代，能传200年的都算不错的可是呢，这个到了这个朱棣他们选的这个明13陵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龙穴范围里头，其实不能装13个皇帝，因此第13个皇帝埋葬在像我们手掌之外的另外一侧了。这个原因是里头的龙脉只有12个。到了明朝第16任皇帝崇祯皇帝的时候，崇祯皇帝在这个风水师建议下说，明朝13陵，当年不叫13陵就是明朝的陵园就现在13陵里面的这个龙脉已经都被占满了。这皇帝就说，要不然这样，我们再找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新的龙脉，请高人赶快给我找。结果呢，有一位很厉害的一位大师，据说是刘伯温的后代，叫刘孔昭他呢到处找结果呢在河北省的遵化地区找到了一个好的龙脉。但是呢，当时崇祯皇帝到那个明朝末年的时候各路起义军还有灾难等等的特别多，所以还有前几代皇帝不争气就是当时就是这个财政赤字特别紧张，就是国家没钱，又有内忧外患，有农民起义造反
还有当时的叫后金，也就是后来的就是满清政府一直在外面蠢蠢欲动过来侵犯，所以各种的这个原因，使得崇祯皇帝这也是个好皇帝没有心去修自己的陵园，而且也没这么多钱去修那个陵园，是这样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去动工修建新的一个好风水的陵墓。明代的末期崇祯皇帝第17年的时候，第一叫天下大旱，就是多少天多少个月都不下雨，一滴雨都不下，这民不聊生这个一切庄稼蔬菜都不能结果生长农民没有饭吃，所以各地的农民前后相约的就起义造反，就是人活不下去就造反了。那你像最著名的李自成自我称帝，可李自成他在这个造反之前是个啥呢？说过去不是有驿站吗？皇家也就是政府所设定的传讯息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小，就像派出所路过送信的人在这喝个水，换个马，喂个料，吃个饭，就是这样的叫驿站。他只是驿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也不是哪根筋不对造反，而且他这个打仗可厉害，他所向披靡他攻打哪个城市，这一打，他就把别人打败，可会打仗了。和他同时起义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起义军叫张献忠，也是造反了，也是所向披靡，可会打仗，厉害那有一件事就是很有意思的是，张献忠和李自成他们都自己称为自己的国号，起出个国号来，叫做大顺，这顺利的顺，大顺，都是不谋而合哟，这真是个巧合。最后结果呢，崇祯皇帝在重重的包围下尤其是当时的满清最早叫后金满清政府已经打入关来还有李自成呢先攻进了北京，所以这个一看整个北京门都破了，我还怎么打呀？能帮着打仗的军官叫他也杀得差不多了，也就是剩下1、2个会打仗的，就没有办法是到处冒烟冒火。这个情况下，说实话，救火的能量太弱了，可是遍地战火所以他没法保住他这个京城。所以当这些起义军都攻进了北京城之后，这个崇祯皇帝就是宁死不投降在这个他很悲哀的就打发了自己的这个之前伺候他的太监佣人士兵给他们些钱，能拿走你们走吧，去逃命吧。他把自己的孩子老婆都杀了，完了之后找棵树上吊了。后来他去世之后，李自成把这个崇祯皇帝的这个遗骨就是葬进了所谓的明第13个陵墓，所以后来他成为的明13陵。师傅，刘伯温当初不是说国运600半吗？大明王朝怎么只延续了300年就亡了呢？是不是没预言准？刘伯温我也不清楚他是否懂得这个数字当中的具体的最终的解释是什么。我觉得当时上天神灵给他传达的就说600半，他只是一个传话者，我也认为他只是一个传话者，他也不太懂得这个实情。当然有1/1000的机会，这刘伯温知道这个实情，但是不敢说。所以说600多年呢，皇帝听得开心嘛，就是这样。但事实上呢，是600的一半，最多300年，600的一半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时皇帝这个朱元璋就理解为是650年左右，是这样一个理解的数学表达问题。遇顺则止，是不是也有一些含义在里面呢？所以这个时候，刚才我讲了第一个，在国内的2个造反派，一个是张献忠，一个是李自成，他们就是真是上天给的这个讯息，他就起的自己的一个国号名叫大顺，遇顺则止。其实是李自成先打进了北京城，打进了北京城
这个崇祯皇帝才上吊自杀的，就大明朝的政府就从此就没有了。之后又是这个现在说早期的清朝政府，那个时候还称为叫后金这个后金人才打进关来，就是打进了河北省之后1-2天就打进了北京，他们又把这个李自成他们赶走，就是这样。所以呢，所以清朝人进来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王朝进了北京的第一个皇帝叫做顺治，顺治还是个顺，这3个顺，他们顺了舒服了，可是明朝从此结业了，就是这样。所以遇顺则止灵吧。我们说这个寓言不光是有趣太神秘了。所以说这是神灵给的一个启示，但是与这个明朝的历史完全吻合了。还有更有意思的是呢，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说明代一共有多少位皇帝吗？一共有16位。朱元璋的小名叫做朱重八，重八就是重复2个八，2、8、1、16，前后一共16位皇帝。所以这个也叫做一个江山一代帝王的这个气数，一个国家的气数，是用它的这个陵墓皇陵，这个气数是叫做绝对吻合。对，所以明13陵当中，其实在掌心内的龙穴就是12个，可是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就葬在了手掌外侧的一个小山包后面，就已经不在龙穴之内了，所以到他那一代就结束了。纵观历史，一代代帝王起起伏伏，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古人称皇帝也叫天子，也就是上天的儿子。其中也含有说上天把这一片美好的山川让他来管理，那就是天命所归呀。那么他所居住的皇宫，以及他的最后睡下去的陵墓这些都凝聚着这个日月山川之精华甚至是叫上亿年的精华都聚集在这里，所以使他们这个皇族的能量非常的强大。尤其是像明朝皇宫以及它的皇陵，但是他们的时间、气数以及每个皇帝的作为的程度，都是与这个龙脉所呈现的像是完全吻合的。比如说山头高耸庞大者，那相对应的这个皇帝他的作为就会宏大。那个山头稍稍萎缩一些的看似风水不是最好的话，那这个龙呢，它在人间的作为就会少一点、弱一些，或者时间更短一些。咱从头看像朱元璋的父母所埋葬的这个地方，因为上天将他埋葬的呀，这个不是人为的呀，何况这个地也不是他们家的，所以你看，这就天作之美啊。当然，人去世本身不是个美好的事，但是人去世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人总是要死的，对不对？有些人去世之后就埋到了个比较差的风水的地方，使他的后代容易短命和受穷嘛。埋在一个好的龙脉的地方，你看他的后代一个更比一个强让这个大明王朝延续了16代子孙呐。还有朱元璋给自己的这个风水宝地不是特别好我觉得风水中是有了这个缺陷，也一定是有缺陷的原因，这也是叫天命所归。所以这个里面呢，你看到了第3位皇帝朱棣，他有位超级高人，而且一心一意帮助他那个高人，那个人就是一位超级大师姚广孝。他的学问是精通佛和道，
他明明出家是一个修佛的和尚，但是佛法非常精通娴熟，并且后来又拜了一位老道士为师。这个老道士很厉害，很懂得玄机呀，所以他是佛道双修两得的一位高人。所以姚广孝就为他选择了北京这条中国大龙脉。表面上看靠近元朝，其实非常的有风险，但是说我只要威震住元朝，不敢打过来，我就能够最好的去管理整个中国，很好玩哈。所以一般人是想不到的。所以姚广孝的心胸的格局，看世界、看龙脉、看天下，我觉得就像我们看一张考试卷一样，它是这么大的一个格局。所以很快就拍板，他已经发现了朱元璋这个陵墓这里是有问题的，在这里他们走不下去，所以一定要迁都北京，找到真正的大龙脉，来重新用最好的方式来管理好明朝政府。他们这个举动打开了这个明朝呢一个最大的心胸和格局，以及最高的世界观，才使得这个明朝传了16位皇帝。到了北京之后，除了规划出北京皇宫的这个正宗龙脉的地址，还又找到了现在的13陵的这个帝王的这个陵园的宝地。帝王陵墓风水代表着国家和皇室的运数，普通人家的祖坟和后代之间也有这样的关联吗？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不管说皇帝是不是上天给他的使命，或者他认为上天给他的使命，但是我们说的这种概念就是你的阴宅，我们普通人来说阴宅这个坟墓所在地的这个风水的好坏应该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和你的后代家族的传承的好坏有直接的关联。选得好了，就会得到天地自然的庇护保佑，家族兴旺，这个甚至事业人才双丰收。那选不好的话，就会带来很多麻烦，比如伤害呀、疾病短寿贫穷甚至是传不下去，都是可能。选择一个好风水的阴宅对你的全家、对后代一定有最积极的帮助。那是不是我们也应该经常在清明、盂兰盆节、祖先忌日的时候，要时常去祭祀他们，为他们清理这个坟墓，表达一份心意？好，这个问题非常好。也因此呢，使我们想到你提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每一年至少有2次以上去祭祖上坟。其中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你这个坟墓是需要打理修整。我这看到有很多土坟，原是用土埋的一个坟头，它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了。比如说前一年的这个下雨比较大你这个坟底下不是空的吗？就漏水，弄一个大洞，所以有些什么蛇呀、刺猬都钻进去住，这个是不好的。那就怎么呢？漏气或者引发邪灵你这要去维护维修呀。甚至还有的发大水这个把这个棺材都冲出来了，甚至棺材已经都腐朽了呢，这个你的长辈那个尸骨那个骨头都暴露在荒郊野外这是很不吉祥这是你家后代就会得病，所以你就赶快要把它修好它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是乱种树的。你比如说你的前代人也好，当代人也好，在你的树的周围说我们来了之后乘个凉怎么办呢？种树吧，或者种树代表兴旺。说乱种也都不好，可能造成这个树根呢就侵蚀了这个坟墓本身
侵蚀了棺椁本身，这样对这个我们的祖先长辈不利。对于子女呢，就容易受捆绑，容易出神经和腿部的问题，很麻烦的。所以你都要去修整，除了说我们刚才说修整的部分之后，才是说对你的祖先长辈的祭祀与怀念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说他们虽然走了，也有人说他可能已经被超度去成为天人，成为永恒的世界的佛菩萨了，我们干嘛还去上坟呢？那是一份情感，那是我们对养育父母的养育之恩的一种感谢。只有感恩心的人才活得幸福，才活得踏实，是这样的。所以每年的祭祀上坟祭祖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人生内容，这一定要去做的。我们的朋友们呢，听到这儿讲的话，说我的现在的富贵荣华，或者是失去工作、失去家庭的人，这是风水造成的吗？往往很多的事情叫重大的事情造成都不是单方面，就是有福之人居好风水，无福之人好风水变成坏风水。那这个福是指什么呢？通常是讲的是有道德、有德行、有良心、有感恩心的人你才会变成一个有德行的人。那么一个有德行的人，可能上天都会赐给你好风水，因为这个自然环境的改变那个奇妙的改变是我们普通人所不懂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风水，但是因为这几年你的心性的改变，你的德性的改变，从一个普通人变成善良的人了，但是你的那个风水就已经发生了改变。那比如说我在过去看到那个风水，比如说有一块墓地坟墓的墓地那一块那么之前那一块都是荒芜的、荒凉的，你一看那个气就一种很惨败的感觉。那么他的这个就是现代的这个掌门人都有点年龄了整天是吃斋念佛做善事把孩子教育得特别好经常做功德。那么有一次我在路过他们家这个墓地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墓地那儿看的是一种很有能量的、很滋养人的一种感觉。那个坟墓旁边有小河环绕，都长出荷花来这个坟旁边那棵树也特别的美，又雄壮又美。就他家就是你看，从一个普通的风水变成了好风水。他现在的孩子就特别好，现在他那个儿子是这个 IT 的工程师，收入特别高，并且很孝敬父母。这个孩子的这个婚姻也很顺利，娶的媳妇也很善良。这老两口就是每天乐滋滋的，有时候帮他带孙子，这是其乐融融身体也不错，他家收入也挺好。你看看，那过去的那些年的时候他这个妈妈都检查出有癌症来，那现在癌症也好了，所以他那个不顺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他妈妈检查了癌症，那个儿子也不懂事这个什么喝酒吸毒都干。现在这些毛病都改了全家非常祥和，所以他那个风水呢变得就很舒服看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种状态也有人这样问我说，你像明朝的这个皇陵，说明朝的好坏，因为有了一个好的皇陵风水呢，还是16代皇帝的这种福气才产生了这个13陵的风水？当上天给你的福气的时候一起给的，是这样的，只是你读懂它的分了时间段而已。其实给这个福气是一起的。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话题说，其实这个福气是可以变动的，就是做功德福德，做一个有道德有善良的人做一个非常的心胸博大并且乐意帮人的人，那你的气场一定会很雄大很厚实，很富贵
所以希望在讲这堂课的时候啊，大家从中能够吸取一点什么，让我们的人生呢变得更加美好。好了，今天我们讲了一下大明王朝的这样一个大龙脉的这样一个风水概念啊。如果各位朋友呢，如果你家里的这个祖宅呀这个祖坟墓阴宅啊，你的这个风水宝地状况如何？如果也有一些问题的话如果想找我咨询的话也可以。你呢尽量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或目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多拍照片或者有详细的地址，那我呢可以给你看得更精准一些，到时候把我的建议给你，那这些都是免费的。那么我的时间也很紧我只能接受6位这样的人家发信息给我在2个月以内我尽量抽时间帮你看，给你咨询。好，那今天的我们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下次直播再见。清明时节是祭祀祖先、怀念亲人的时候，阴阳两隔，我们可以通过佛菩萨的慈悲力量，祈福供灯，为往生者积累功德，祈请佛菩萨护佑接引，使其早日脱离无明苦海，往生光明善处，佛国净土。2026年，菩提禅修学院清明祭祖功德项目超荐灯。从1美元起，为往生的祖先、亲人、朋友或宠物，在佛前供一盏超荐灯，能令往生者得到佛菩萨的护佑与接引，离苦得乐。为历代祖先供灯，令祖先得佛菩萨护佑接引，也让后代子孙安居乐业，幸福长寿。为累世父母供灯，是报答父母深恩最好的方式，也使我们更加吉祥如意。为冤亲债主供灯，表达真诚忏悔，唯有冤亲债主得到解脱，我们才能消灾灭难，平安吉祥。为婴灵供灯，祈请佛菩萨护佑接引，使他们脱离苦海，早日转世，也令父母消灾灭难，身心安泰。祭祀套装，依止佛菩萨的微微功德，此份祭祀品可真实传递给亡灵，令其功德财富增长，早日获得圆满解脱。银宝山祭祀套装，28美元。银宝山1座，银条10个，冥币5沓，莲花2朵，银元宝36个，地藏经、心经各1部。金宝山祭祀套装，38美元。金宝山1座，金条10个，冥币5沓，莲花2朵，金元宝36个，地藏经、心经各1部。金银宝山祭祀套装，58美元。金银宝山各1座，金银条各10个，冥币10沓，莲花4朵，金银元宝各36个，地藏经、心经各2部。堆积成山的金银财宝，象征财富圆满。清净莲花寓意慈悲接引。佛典经书令亡灵福慧增长，速得解脱。凡选购祭祀套装者，欢迎按需搭配寒衣套装或别墅套装，让这份心意更加圆满。寒衣套装2美元每份。寒衣与生活用品，令亡灵衣食丰足，免受寒苦。
别墅套装$6每份。四合院别墅与汽车，令亡灵安居自在，尽享安乐。所有祭祀套装将供奉于佛前，并于2026年清明节统一焚化。清明祭祖活动报名开放至2026年4月5日，请前往 www.puticollege.com 了解更多。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